如何迅速去掉你面镜里的水？大家好，我是许道，欢迎来到第14期潜水教学节目。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来看一看如何迅速去掉你面镜里的水啊。大家在学初级潜水课的时候啊，一共有24个保命的技能，而面镜去水这一项技能，它在24个技能里面占了3个。它占了3个原因是，如果这个技能你做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出去潜水在深海里你是会出事儿，而且出事儿往往是会要命的啊。潜水的时候，你有可能面镜里面这个地方，比如说有头发加进去，它会漏水；你比如说你加到你的这个湿衣的这个橡胶边了，它会漏水；你比如说你游得好好的，被猪一样的队友脚蹼啪一踢，可能面镜整个给你踢掉了，它也会漏水。那么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你慌张。如果你一慌张的话，你如果在10米、20米，你已经潜了1-20分钟的话，你直接往海面上冲，那么你出事的几率是非常大，你很有可能就会有气栓，或者说的是堵住某一个血管，很有可能就死掉了啊。所以说这个技能，在海里面练习的时候，游泳池里面练习的时候，教练都是分3步的。他第一步呢，一般都是会告诉你，面镜戴上的时候，他会让你的水进一半怎么办？水全部淹下去怎么办？然后呢，最后就是模拟你的面镜被踢掉了，或者是有某一种原因你必须要换一个面镜在海里面，或者说的是你的面镜整个坏掉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啊？怎么从容的把水去掉？怎么样再把这个面镜带回去？所以掌握这个技能是你去深海潜水的非常重要的前提啊。大家可以看到我有很多视频，就是比如说抓海鲜啊、抓扇贝啊、抓龙虾这些，因为我自己玩了很多年，这些技能闭着眼睛都会做，但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讲，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技能，而且是非常恐惧的啊。在游泳池里面，这个能见度很好嘛，你可以看水是非常清澈的。在真正的这个比较恶劣的环境里面，比如说湖里面或者海里面能见度差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哦。你往往能看见的东西可能是1米、2米，在这种非常黑、非常暗的环境里面，你如果面镜进水了，你怎么处理它？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看一看这个技能啊。首先呢，我带大家看一看，就是我跟教练 Thomas 去奥克兰北岸一个 AOT 游泳池训练的视频啊。当时他带的这个课，我是征求了他的同意，去帮他的这个班的同学和他做技能去录像，还拍了很多照片。这个视频呢，他是同意我可以发在 YouTube 上，非常感谢他。在这里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潜水的时候，面镜啊，第一步。教练教你去水的时候，他会在游泳池里面给你做一个示范，就是你带着的时候，他会让你把水这么淹这么一半，然后他会让你把你的橡胶呢往上挤挤上去的时候，这个上面就会有一个口，这个口一旦上面这个橡胶裂开的时候，气会出去，海水就会灌进去，灌到一半的时候呢，它就会让你停下来。怎么样去把这个面镜的水去掉呢？正确的方法是2个手指头扶着你橡胶圈的上沿压住它，然后呢向上看，头向上稍微看看的同时呢，用鼻子往里面吹气，然后呢气进去以后，因为上面堵住了，它出不去，它气体增多就会把水从鼻子的这个鼻腔下面挤出来。
所有的面镜的组成的构造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啊。你看所有的面镜，你仔细看，它的橡胶内圈都是2层橡胶开明，一层，这是第2层，唯独鼻腔这个地方呢，它是单层的橡胶。所有的面镜设计都是一样的啊，双层橡胶，外圈2层，鼻子这块是1层。它设计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要让水啊从鼻腔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可以能跑出来的。所以大家这个技能啊，一定要非常的熟练。还有就是这个是第1步哦，第1步做完了以后，教练会让你啊练习第2步。第2步就是水全部都上去以后怎么去处理。全部上去以后呢，一样的，把这个橡胶圈呢使劲压着，从头这个缝的这个地方，水呢它会进去，进去以后全部都满了。如果你戴的是隐形眼镜的话，你就把眼睛闭上；如果你没有戴隐形眼镜的话，你可以睁开，也可以闭上，不要紧张。一会儿带大家看一下，有一个视频，就是学生他紧张的时候，教练会拉着他鼻子这方进水了，他不舒服，他要往上跑。这种错误是不可以犯的。如果你犯这种错误的话，教练一定是不会去让你去过这个技能的啊。然后第3个，也就是最难的，就是要彻底克服这个心理恐惧的技能，就是如果你的面镜啊整个都被踢掉了，这一部分模拟的就是在水里面啊，你整个把面镜这样子拿下来，然后你如何呢再正确的是放回去？正确的做法是用手的这个大拇指啊，找到你的这个鼻腔的这个位置。这样子你在水里面，你即便闭着眼睛，你也是可以找到你面镜正确的位置啊。找到这个正确位置以后，你把它可以戴上在水里面，然后戴上以后，以同样的处理的方法，就是手扶着这个橡胶的上圈啊，扶着这个面镜的同时呢，往上看，鼻子吐气就可以，然后呢水就能出来。但是通常我见的学生犯的最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会把面镜往外掰哦。他们以为往外掰这个水就会自己掉出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面镜里面没有气的话，水还会涌进去啊。它是因为气压平衡，所以水才不会进去。你鼻子呼气是因为气的气压慢慢就把水从下面顶出来，所以千万不要去就是这样子扶着它的时候掰它，这是没有用的。你掰开以后，你鼻子吐气，它气也进不去，所以说你这样只会进的水更多。你要做的就是轻轻的扶着向上看的同时，鼻子呼气进去，把水挤出来就好。而真正潜水的时候，这一步做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往往就是手这么扶这么一下就结束了。我都是一个手就是这么结束，这个手扶着这一下就是扶着这个面镜的边缘啊，你跟你手2个手一块扶的这儿是一样的，压着它抬头的同时鼻子吐气，这个水就已经出来了。所以真正熟练的时候做这个技能就是1秒钟的事儿啊。你看他现在把这面镜拿下来，然后这不是戴到脸上嘛，然后扶好，他也在做这个示范。然后呢，他告诉你用2个手扶着面镜的上边缘，然后向上看的同时鼻子呼气，然后你看他扶着这儿往上看，对吧？然后他的鼻子就吐这么一下气，这个技能就做完了，是非常简单，而且是非常快的。在游泳池练这个技能的时候，教练他做完以后会让每一个学生都去做一遍，你做到了才会去做下一个技能，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啊就不可以了。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这个错误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做法啊，而这个错误犯的是非常忌讳的。如果你做成这个样子的话，教练是一定不会让你过这个潜水课的啊。你看这个教练让这个学生啊，在远处的这个学生，左边这个是 Thomas， 他让他做这个技能的时候呢，告诉他要向上看，鼻子呼气。在海里面做这个技能的时候，教练往往是会抓住你的 BCD 的啊，他会避免你向上冲这样子，但是你要向上冲，他一定不会让你过这节潜水课。就是你看这个学生，他往上看的时候，很紧张，托马斯已经拉着他 BCD 这种管子，避免他向上冲。但是80%-90%的学生，你看紧张向上游，一下就冲上去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一定不可以犯的错误，因为在深海的时候。你潜了10-20分钟，你体内的氮气基本上堆积的已经非常多了。如果你刚开始潜水的时候可能没有关系啊，在游泳池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它的深度不是很大。但是你真正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你的面镜进水的话，你突然这么一下冲上去，你体内的氮气会迅速膨胀了，你就相当于一瓶可乐，你突然把它打开，那个气泡会非常多，你身体里面会堵的血管和骨头关节到处都是，你基本上就废掉了。所以说千万不可以因为面镜进水啊，迅速的冲到海面上面。我再大家看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托马斯给大家做示范的时候，从侧面看这个技能应该怎么做。你看，他也是在海底下把这个拿掉，然后他告诉你用大拇指啊，拿着这个面镜的侧面 ，OK， 找到这个面镜，然后你可以闭着眼睛，这样你就知道面镜正反了，然后把它戴上，对吧？然后扣上以后，同样的把头发薄一薄，看见没有？它这个意思是把你的这个湿衣往后拉一拉，头发薄一薄，然后呢向上看，吐气，哎，这么一下子，基本上这个水就应该做完了。OK， 希望大家对这个技能呢，现在有了一个进一步的这个了解啊。在水里面啊，千万不要去紧张这个东西。在新西兰呢，这个环境非常好，每一年的这个天气暖和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去潜水啊，去渔猎，去水肺潜水，去抓一些海鲜这些东西，都是当地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啊。而且新西兰四面环海嘛，所以大家都会去抓一些海鲜吃。当然了，所去做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法律规定的，比如说每一种东西的大小和它的数量和物种和季节，而且包括海区啊，不同的海区它的规定也都不一样。你学会潜水呢，你的安全几率大大增加，你也可以去参加这些活动，我也非常鼓励大家啊。但是我想做一系列这个潜水教学视频，就是说，当你们看到我做的这个视频，感觉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前面积累了8年。所有的这些技能对我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闭着眼睛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加上我这几年学这个摄影摄像，所以我才可以把这个东西融合起来去做。你们去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着急，一定要去好好学啊，找正规的潜店，把这个技能呢熟能生巧，安全的前提下啊，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也希望你们呢来新西兰玩，在新西兰的朋友呢，有机会大家也可以一起玩啊。这一期教学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没有点赞呢点个赞，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喜欢我的内容呢，请大家订阅。还有最后就是我想给大家看一些，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这个游泳池里，我给大家拍的一些这个潜水的照片啊。当时拍的这个照片呢，就是用这个大的这个潜水相机壳，这是海蛙的这个海水相机壳，配上索尼的这个 A73 这一台相机啊，索尼的这台 A73。然后呢，当时用的是12到24毫米的这个镜头。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去买这一套设备。我用过，在水底下的效果还不错，你们可以看看这一片，自己感觉一下。我可以把这个购买链接直接放在这个视频下面这个描述的这个部分啊，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我今年夏天还准备用这个去约几个水底下的这个模特，穿上那种长脚蹼，拍一些自由潜的这个视频和照片给大家看啊。前一阵在网上还碰见有人想拍，但是现在冬天嘛太冷。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拍一些这些东西。还有就是你们接下来想看什么，你们可以在视频的底下这个留言区告诉我，就是有什么你们急需想学的，或者急需想看想知道的东西，我尽量都安排给大家做啊。因为我接下来已经安排了很多，我想就是去拍的这些东西，只不过就是时间比较紧张，生活平时比较忙啊，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大家每一期对我的支持啊。我们这期就先做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